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能。上一期我们谈到人工智能会提升效率，让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同时，效率提升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未来的工作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哪些职业会被彻底的颠覆？而哪些新机会将应运而生？2020年，许多专家认为，创意型、决策型和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比如像会计师、作家、动画师、律师助理，还有教师等，是最不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然而，5年过去，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曾经被认为是安全的创造性工作，如今却成了人工智能冲击的重灾区。那么，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哪些工作更难被替代？哪些工作会消失？哪些新工作会涌现？更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为这场巨变做好准备呢？首先，关于 AI 时代消失的工作多还是新增的工作多这个问题，各界的观点不一样。有人认为 AI 将导致大规模的失业，也有人认为 AI 会创造更多的新机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自动化技术取代，尤其是重复性高、规则明确的工作。世界经济论坛预测，到2025年 ，AI 和自动化将取代8500万个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行政支持和客户服务等领域。而牛津大学的研究表明，约47%的美国工作岗位可能被 AI 和自动化技术取代，尤其是低技能、低薪酬的岗位。除了机构，很多知名人士也站台这个观点。比如说Elon Musk，他曾多次警告 AI 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甚至呼吁要加强对 AI 的监管。这是他在一次采访当中的画面。It's hard to say exactly what that moment is, but there will come a point where no job is needed. You can have a job if you want to have a job for sort of personal satisfaction, but the AI will be able to do everything. 史蒂芬·霍金曾警告 AI 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导致经济的不平等和失业的加剧。比尔·盖茨认为 AI 将取代许多的工作岗位，建议通过征收机器人税来应对失业的问题。我听到机器人税的时候非常的讶异，因为信息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因特网税啊、操作系统税啊，为什么会有机器人税呢？我后来觉得这更像是微软公司的一次公关操作。机器人税最受影响的公司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物流还有零售领域，而微软由于业务性质受到的影响非常小，而它的重要的竞争对手都是重仓在这些领域的。谷歌的 Google X 旗下有自动驾驶车、人形机器人，还有 Everyday Robots 等项目。特斯拉有 Optimus 机器人，Amazon 有 Kiva 仓库机器人，还有无人机自动运送的服务。上个月 ，Meta 也刚刚宣布了要大举布局人形机器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大科技公司的竞争可真是激烈啊！关于后 AI 时代，新闻媒体如 BBC 和福布斯频繁提及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他们把它视为应对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冲击的潜在解决方案。然而，这个概念仍然处于广泛的讨论阶段，其他的观点也非常多，尚未形成共识或者是大规模的实践。与此同时，与自动化和 AI 相关的社会矛盾已经显现。例如，去年好莱坞编剧、演员还有码头工人的罢工事件频繁地成为新闻焦点。这些罢工的核心诉求之一，正是反对自动化技术对他们工作岗位的威胁。编剧和演员们担心 AI 生成的内容会取代他们的创作。而码头工人则抗议自动化设备导致的工作机会减少。这些事件表明，
尽管 UBI 全民基本收入等解决方案还在理论的探讨当中，而自动化带来的社会影响已经迫在眉睫。以上是认为 AI 将导致大规模失业的，也有人认为 AI 反而会创造更多的新机会。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些反方的观点。在2024年5月的时候，普华永道发布了一份叫做《2024年普华永道人工智能就业晴雨表》的报告。他们通过调查了来自15个国家的5亿份招聘广告，这些国家合计占全球 GDP 的30%以上。他们以此来寻找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影响的经验证据。这份晴雨表揭示了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工作世界，提高人们和企业的生产力，同时改变人们取得成功的条件。这份报告的开篇提供了4个数据。第一个是人工智能渗透率最高的行业，劳动的生产率增长了近5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工资和提高生活水平。第二个数据里说，在某些市场，需要人工智能专业技能的工作工资溢价高达25%。第三个数据是说，自2016年以来，需要人工智能专业技能的工作增长速度超过了所有的工作。人工智能专业工作数量的增长速度是所有工作数量的3.5倍。第4点说，在最能使用人工智能的职业当中，雇主所需的技能变化速度高出了25%。为了保持相关性，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需要培养或展示新技能。我总结一下，就是第1和第4点主要说是对社会以及对雇主的影响，就是说 AI 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增加，以及说雇主对于这些方面技能的需求的变化。而第2和第3点更像是对于求职者来说的，他们是说这些技能会对你的工资产生一个溢价的作用，同时在劳动市场上面，这些工作是有快速的增加的。此外，世界经济论坛也发布了2025年未来职业变化的报告。你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份报告。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聚集全球的工商、政治、学术、媒体等领域的领袖人物，讨论世界所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的活动。换句话说，世界上未来吹什么风、下什么雨，就是这些人一起拍脑袋、合力作用的产物。在最新发布的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当中是这么写的：到2030年，将有22%的就业机会面临变革。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为1.7亿个，而被替代的工作岗位数量为9200万个，就业机会净增7800万个。总的来说，这就相当于净就业增长7%。技术进步、人口结构的转变、紧张的地缘经济形势和经济压力是推动这些变化的关键因素，正深刻地改变着全球各行各业还有各种职业。在这张图当中，紫色区域代表的是即将消失的工作，而绿色区域指的是会增加的新工作，而每个小方块代表的是100万个工作机会。那哪些工作属于紫色的区域，哪些属于绿色的区域呢？报告研究了1000多个公司的数据，调查收集了雇主对于未来5年内预计会增长、下降或者保持稳定的职位的见解。然后，受访者被要求确定推动其组织内职位增长和下降的宏观趋势和技术进步。根据接受调查的高管，到2030年为止，增长最快的职位往往是由技术发展推动的，比如说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的进步，以及数字访问的增加。增长最快的职位名单当中，排名靠前的职位包括大数据专家、金融科技工程师、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以及软件和应用程序。受到地缘政治分化加剧的影响，安全相关的职位，比如说安全管理专家，还有信息安全分析师，也出现在了前排。绿色和能源转型职位包括自动驾驶和电动汽车专家、
环境工程师和可再生能源工程师也位列增长最快的15个职位之列。这些职位的增长是由减少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和投资增加所推动的。相比之下，受访者预计下降最快的职位包括各种文职职位，例如收银员和售票员，以及行政助理和行政秘书、印刷工人以及会计和审计师。扩大数字访问、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技术，以及机器人和自动化系统是导致这种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以及经济增长放缓，也导致了这些文职职位的减少。对于这些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有什么应对方法吗？这份报告当中提出了一些急需采取的行动，它是写给政府、企业和教育部门的。我觉得这对个人也是适用的。它写着，要重点行动的领域包括消除技能差距，投资开展技能再培训和技能升级培训，构建便捷的路径，培育快速增长的工作岗位，同时培养需求快速增加的各项技能。总结这段话，也就是说，要培训和增加新技能来适应变化的需求。人工智能正在重塑职业板块，工作是同时在消失和涌现的，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一转变。终身学习、技能提升和灵活适应将成为未来职业发展的核心。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政府，都需要为这场变革做好准备，以确保 AI 带来的机遇能够惠及所有的人。你认为 AI 时代的机会会在哪里？它会怎样重塑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欢迎分享你的看法。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